欢迎观看老爸的时光。今天是五一节的第一天，肯定要先祝朋友们五一节快乐。在家里喜欢做美食的伙伴，那今天就分享一款巧克力的蛋糕，准确来说是一款巧克力味道的古早蛋糕。喜欢在家里来做蛋糕的朋友可以来试一下。好了，接下来就来开始分享制作。今天制作的这款蛋糕是6寸方形的，用4个鸡蛋就可以。首先来准备第一份材料，取一个稍微大一点的碗，碗中加入15克的可可粉，接着加入60克的低筋面粉，面粉如果有小硬块记得过筛一下。需要加入40克的食用油，可以选一些味道比较小的油，比如说玉米油。做这款蛋糕用到的油要用热油，但不是特别的热，把油放在微波炉里，用中档打90秒钟就可以。油加热好之后，我们先用刮刀把材料翻拌均匀，然后再加入油。那接下来就进入了一个不断翻拌混合材料的过程了。首先先把这份材料给它混合均匀，然后取来60克的纯牛奶加入进去。很多朋友感觉这一步它混合出来的材料会比较稀一些，但是做过几次这样的蛋糕，混合好之后发现还是比较粘稠的，没有出现太稀的情况。接下来看下一步，混合好之后把蛋清和蛋黄分离，4个鸡蛋取中等大小的就可以，蛋清放在一个新的碗中，稍微大一点，把蛋黄放入到混合好的材料里面。先打入2个鸡蛋，把材料和蛋黄混合均匀，然后再加入剩余的2个蛋黄。混合到这个材料里边，已经看不出有蛋黄来了，特别的均匀，特别的粘稠。这份材料准备好之后，就来打发蛋清，蛋清中加入60克的白砂糖，材料里面需要加入几滴的白醋，或者是柠檬汁，或者是少许的塔塔粉。接下来打发蛋清，经常分享一些蛋糕，所以打发蛋清的步骤很多朋友已经轻车熟路了。我们先用低速把蛋清打发出大气泡，这样先等白糖融化之后再开高速打发。打发的成功关键是蛋清中不要混入一点点的蛋黄，一定要保证器皿干净无油无水。那打发到蛋白中性发泡，打蛋器拿出来，打蛋头上挂这种弯钩状就好了。把打发好的蛋白取一半混合到刚才准备好的材料当中，用翻拌的方式从下到上的把材料翻拌均匀。翻拌的时间不需要太长，尽快的把材料翻拌均匀，然后把翻拌好的材料加入到剩余的蛋白当中。那接着最后一次翻拌材料，2次翻拌的时间也就在1分半左右吧。这次是做一个6寸的蛋糕，用到的是一个方形的6寸模具。这个是一个6寸的可托底的模具，因为很多朋友家里也都是这样的模具。模具里面铺上一层烤盘纸，一会儿蛋糕烤好之后拿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这个蛋糕纸是怎么叠的了。接着把准备好的材料倒进去，材料在桌子上轻震几下，找平，排出多余的气体。在家里制作工具有限，很多家庭都是这种活底的模具，我们可以用这种烤盘加烤网的方式来烤这款蛋糕。在烤盘里面先加入半烤盘的水，水的温度没有太高的要求，这里就加入了常温的水。那如果是烤箱的密封性不是太好，加入了水之后温度升不上去，这里就可以选择用热水。上面放一层烤网，把蛋糕放在上面，这样送入烤箱就适合烤活底的这种水浴法的蛋糕了。烤箱的温度设定是把烤箱预热到上火120度，下火120度，蛋糕放在烤箱的下层烤80分钟左右。那这个制作方法和配料呢，烤出来的蛋糕还是很完美的，没有开裂，非常的好。蛋糕烤好之后不用在烤箱里焖，直接拿出来在桌子上轻震几下，把蛋糕在模具里拽出来，把纸撕掉，这样就可以看到这个纸叠起来其实很简单。把四周的纸撕掉之后，在上面虚掩着再盖上一张，然后放在一旁放凉。发了100多期视频了，其实这是第1款分享的巧克力味道的蛋糕，放了15克的可可粉颜色特别的好看。但是如果大家感觉做出来略微有一点苦，可以适当的少放一点。那到这里，今天的这期视频就分享完了。大家如果喜欢老爸做的美食，一定要帮忙关注点个赞，谢谢大家。为了方便大家去记视频中所需要的材料和时间点也备注在了视频下方的备注栏。